这是上映于2015年加拿大最硬核的战争电影，硬核到所有观众都直呼过瘾。电影里的每一发子弹都像实弹，整个影片几乎没有不合理的地方，无论是技战术还是装备，都几乎做到了完全拟真，有着超真实的视觉冲击和战场体验，让你体会到拳拳到肉、枪枪入魂的硬核快感。该片由于拍得太过真实，以至于根本分不清这是真实场景还是表演特效。故事发生在阿富汗第2大城市坎大哈。911事件后，美国拉起一个反恐联盟进行反恐战争，加拿大作为北约成员国也参与其中，随之陷入了战争的泥潭。加拿大军方想要修筑一条公路，打通山地和沙漠的运输障碍，直插塔利班的心脏。这条公路就叫猎狗之路。军队派遣了4人组的狙击手日夜保护公路，监视随时出现在公路上安放自杀式爆炸装置 IED 的武装人员。瑞恩使用麦克米兰 TS50 狙击步枪执行任务。TS50 是由美国麦克米兰推出的12.7毫米口径的反器材狙击步枪。加拿大狙击小组 Rob Furlong 下士用 TS50， 在2002年阿富汗 Shaikat 山谷上，距离2413米击中一名武装分子的 RPK 机枪手，创出了当时世界纪录上的最远狙击距离。在成功击毙路边埋地雷的恐怖分子之后，狙击手随即后拉枪栓，同时用手接住12.7毫米弹壳，确保不留任何可能暴露行踪和弹壳信息的线索。将特种部队狙击手专业训练的细节拉满。完成任务后的他们要接应装甲部队。基地中陆军的 LAV-3 装甲车开始出发接应狙击小组。加军士兵将这种装甲车称为 LAV。然而就在即将到达接应地点时，细心的瑞恩发现前方道路有点异常，原本平整的路面出现了几块补丁。心存疑虑的他立即通知装甲车队停止前进，并让另外一组狙击手换装 C14 森林狼狙击步枪，发射8.59毫米拉普阿马格努姆弹，对着一个补丁开了一枪，没有异常。紧接着又让狙击手打了第2个补丁，路面还是没有任何反应。随后瑞恩让狙击手直接换装1枚高爆弹，接着打响了第3枪。爆炸的气浪直接将2人掀翻倒地，这威力哪怕是装甲车也得碎成渣渣。这一枪也暴露了小组的位置，几十名本来打算伏击装甲车队的武装分子，扛着 AK 冲着特种小队围了过来。虽然特战队员的战术素质更强，但是也架不住对方人多枪多。狙击小队成员立即换装 C8A3 卡宾枪，该枪型换上 SFW 卡宾枪较短的406毫米枪管，安装 Triad 导轨做的新型卡宾枪 C8A3。这是一种尺寸相对紧凑但射击精度较高的型号。C8系卡宾枪主要装备机械化部队和特种部队，小队一边还击一边向山上进行紧急后撤，武装分子一路穷追不舍。狙击小组交替掩护跑进了一处村庄，试图利用葡萄地建立防守阵地。然而武装分子的火力却异常的凶猛，特种小组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回击，最终只能在连滚带爬中继续向村内撤离。在击毙了多名武装分子后，武装分子的一发 RPG 对着他们呼了过来，刚好给他们打开了一个缺口。最终特种小队跑进一个平民家中，准备建立防线等待支援。一个左眼棕色右眼蓝色的神秘老人一直盯着他们，突然一枚手榴弹扔到了特战小队脚下。加拿大4人狙击小组在执行任务时成功引爆路边炸弹，却不料几十名本来打算伏击装甲车队的武装分子，从公路的2边直接冲着特种小队围了过来。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武装分子，只得边打边退，在一个葡萄园内被包饺子了。一路激战后，小队冲进一所民房里，准备在此建立防线等待支援，却突然发现一个奇怪的老人一直盯着他们，而且对即将发生的战争毫无恐惧感，表现得非常从容淡定。面对武装分子丢进来的手榴弹，老人非常淡定地捡起来一把就扔了出去。随后老人邀请他们进屋躲避武装分子的追击。4人进屋之后忙着整理装备，换好弹夹，做好一切战斗准备，并在屋内对4个角进行战术布防。然而老人却不慌不忙地让孙女端来饭菜招待，外面围满了扛着 AK 的武装分子，他还淡定地喝起茶来，直到武装分子搬来一门82毫米无后坐力炮，对着老人的房子轰出了一个大窟窿。忍无可忍的老人直接走了出去，瑞恩小队彻底傻眼了，从没见过这么送死的。随后外面传来了几声枪响，但很快就回归了宁静。4个人都觉得老人已经被武装分子干掉，然而老人却没有被枪杀，并将武装分子全部驱赶出了村子。回到基地后，瑞恩向皮特中校汇报了老人的情况。皮特立刻意识到这个神秘人就是传说中的沙漠之狮。传说中的沙漠之狮是一名战神级别的铁血战士，此人曾在苏阿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，是阿富汗人民和反抗军的精神领袖，相当于阿富汗的隆美尔将军。苏阿战争结束之后，沙漠之狮也随之退出了战场。聊到此事，皮特很感兴趣。此人如果能出席猎狗之路的通路典礼，那将会使得武装分子对破坏公路的行动有所收敛。在线人的帮助下，皮特中校带着瑞恩找到了老人。
希望对方能参加即将举行的猎狗大道的通车仪式。但是老人并没有承认自己就是沙漠之狮，推脱了上校的好意，转身就离开了。无奈的中校只得返回基地，然而在回去的路上遭到了汽车炸弹的袭击，驾驶的武装皮卡车当场报废，一车3人只得徒步前往城外的接应地点。皮特和瑞恩在街巷战斗中配合默契，显示出了小组街巷战斗的过硬素质。在沿着狭窄的小巷行进时，瑞恩手持 C83卡宾枪处于打头的位置，皮特中校手持 C7 步枪配用 Elk 瞄准具处于末尾。C7 是 M16突击步枪的衍生型号，包括英国特种空勤团 SAS 及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都在使用加拿大 C7 制式突击步枪，而后面的皮特则时刻警惕着后方和侧方的情况，他们总是沿着小巷的墙根前进，其余3个可能受到威胁的方向都能警戒到，不会遭到对方的突然袭击，故而不管是侧面还是正前方出现的敌方人员，都在第一时间遭到皮特和瑞恩的火力反击，加上敌人的战斗素质十分低下，他们得以成功逃脱。随后大批武装分子再次对3人穷追不舍，最后在线人的接应下成功的回到了基地。这次袭击让中校更加坚定了拉拢沙漠之狮的想法，于是派出狙击小组对幽灵以及他的家人实行24小时监视。没过几天就发现了几辆车开来，一个叫巴图的当地军阀勾结恐怖分子出租土地收取高额的租金，还和军方有着利益勾当。他们冲进老人家里，直接抓走了他的孙女。当身处外地的老人得知消息后，立马就派出自己的人也绑架了巴图的儿子。当看到绑架自己的人是眼前这个老人时，巴图的儿子慢慢的陷入了绝望之中。中校则趁热打铁，再次找到幽灵，商议参加猎狗之路通车仪式。当老人听说巴图也会参加时，毫不犹豫立马就同意了。第二天，巴图带人来到了会面地点，而老人却独他是阿富汗当年抗苏战争中的英雄，被誉为阿富汗的隆美尔将军，绰号沙漠之狮的幽灵。孙女却被当地的军阀巴图绑架出售。幽灵作为阿富汗反抗军的精神领袖，得知孙女被绑后，派人挟持了巴图的儿子。他们约在猎狗之路的通车仪式交易，而这一切都被加拿大军方严密监视。陆军的 LAV3装甲车首先进入现场布置场地。与此同时，瑞恩的特种狙击小组分成2队，在制高点架了一把麦克米兰 TC50 反器材狙击步枪和一把 C14森林狼狙击步枪，负责典礼外围掩护。随后参加典礼的巴图乘坐 SUV 到达现场，在当地武装人员的掩护下从容下车。紧接着，幽灵独自一人走出了安全屋，只见他从包里掏出一样东西举了起来，竟然是巴图儿子的人头。因为老人早就知道自己的孙女回不来了，巴图气急败坏，立刻掏出了手枪对准老人。看到这一幕，远处的瑞恩也急眼了，他当即架起狙击枪向指挥部报告，巴图持枪构成威胁，准备狙杀。然而中校却再次阻止，看到老人受到生命威胁，何况还是自己的救命恩人。瑞恩这次没有理会中校的阻止，因为特种小组在执行任务时，组长依据战场形势拥有绝对的决策权。他不顾中校的命令，一枪解决了巴图，而巴图的手下以为中了埋伏，立马开车就逃得干干净净。通车仪式也只能是草草收场。小组在撤退的途中，还在和中校一直争吵着。然而就在4人狙击小组撤离路过葡萄园之时，老人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可能是为了感谢刚才的救命之恩，可还没开口，一名队员就突然中弹倒下。原来是刚才逃走的武装分子带来的援兵，双方立刻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，就连指挥部也大呼不可思议。开始中弹的队员显然已经饮恨西北，武装分子从4面8方涌了过来。瑞恩当即拿过他的 C83突击步枪递给了幽灵，几人猛烈的开火，企图打退敌人的进攻。随后武装分子的进攻异常凶猛，小队只能在边打边退中紧急撤离。但是武装分子人数太多了，并且都是亡命之徒。就在向房子撤离时，黑哥不幸踩到地雷，失去双腿。武装分子对着他们疯狂扫射，紧接着所有人成为靶子，相继中弹负伤。老人更是为了掩护他们身中数枪。等他们进到屋内，队友都已经没有呼吸，整个小队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战斗力。外面的武装分子也是胜券在握，停止了射击，并向房子这边围了过来。指挥中心的女兵都快急哭了，可是最快的增援还在5公里之外。瑞恩见此情形，已然知道了自己的命运，与其被武装分子抓去直播处决，还不如死得体面一点。在与怀孕的女友道别后，瑞恩授权远方的炮手向自己的位置进行炮火覆盖，随即给出了向我开炮的坐标。紧接着，炮兵开始对155毫米 M777 榴弹炮填装炮弹，随后榴弹炮一同向瑞恩所在的葡萄地发出了震天怒吼。M777 榴弹炮是美军的一种超轻型榴弹炮，是世界上最轻的155毫米牵引榴弹炮。该炮配备有数字发射、惯性制导和无线电系统。影片中这段镜头使用实弹实爆，其效果相当震撼。《猎狗之路》是一部难得的写实电影，不仅完整展示了加拿大步兵的全套装备，还有着好莱坞商业动作片里难以一遇的众多装备战术细节。影片的战争场面有着令人着迷的纪录片风格，使战争片爱好者有真实的沉浸感。